地表最强的男人遭到挑战，天行假面的身份遭到怀疑。Hello， 大家好，我是金灵。本期我们接着来看《一拳超人重置版》第233话。上回说到，村林老师在主线剧情之外，用一场英雄协会背地里的英雄赌博，刻画了一位和无证骑士一样拥有不屈进士的英雄正义古惑仔。在最后关头突然一拳 KO 怪人的奇遇也出现了恰到好处，获得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那么接下来故事再度拉回主线，新的篇章也将正式展开。祭祀的深山老林里，原子武士的三弟子正拿着一份调查报告等候在山门口。聚合铁说道：“围绕天行假面收集到的情报就只有这么点吗？”秋武太刀表示：“没人知道那家伙出道前的经历。”武士钻头也分析道：“天行假面脸部有多次变化，被怀疑有做过整形手术，但不管哪里的医疗机构都没有查到相关记录。有没有可能这是他的特殊能力呢？若真是如此，那履历不明也情有可原，可能是曾以不同面貌在别处生活过吧，但也不能排除他是邪乎间谍的可能性吧。不过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巨豪？那一场战斗在我们昏迷之后，你说感受到了他的良心，你可别忘了，在那个时候他连人质都想杀掉，根本就是个嗜血的杀人狂罢了。怎么说呢，起码回到地面上，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没有人性的怪物，在经历自我克制，想要找回人性而苦苦挣扎，那不过是恶人的装扮而已，这样就对其予以信任，会不会有点草率？今后继续调查再确认就好了。但我从那家伙身上的确感受到了认真劲儿，缺少某些东西的人，往往才更能知晓其中的价值。见聚合都这么说了，武士钻头挠了挠头，没再说什么。但秋武太刀却提醒道：“倘若真是如此，就更要盯紧那家伙了。毕竟谁也不知道他那改变相貌的特殊能力是不是怪人化的征兆。在那个时候，确实能看到他情绪激动，导致面部肉体有所异变。”聚合沉默着没有作声。秋武太刀接着说道：“虽然不知道将来会如何发展，但只希望有朝一日会觉得那时候没有让他弄脏手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吧。”等调查有所进展再向师傅汇报吧，他还在为了新生剑士会的事情忙着呢。没错，此刻的原子武士正在山里祭拜死去的2位剑士会老友，也顺带将2位新成员的加入告知历代先辈们。站在原子和日轮身旁，皮肤黝黑但相貌出众的少女正是天晴之女雨打。在心里让父亲安息，他会把怪人统统铲除，一定要让那些家伙后悔，连父亲的尸首都没有留下。另一名眼镜帅哥正是残眉之子紫藤，他直言道：“因剑而生的父亲既然担当护卫，能让身为头领的日轮先生能活着回来，应该比谁都高兴吧。”祭拜结束后，原子武士询问起日轮，他身体不要紧吧？日轮笑着向其展示了被机械化的下半身，表示已经没问题了。他一边说着，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个苹果来，脸色认真道：“对任何高手来说，无论是刀刃还是假肢，都是一样的，使自身的气循环于武器之中，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话音落下的一刻，手里剑也展现了那抛弃的苹果，眨眼之间便已收剑回鞘。只见那颗苹果安然无恙，但其身后的矮山轰然碎裂。如此震撼的场面，丝毫不影响苹果安然落地。两行人都是看愣了，这难道是避开了苹果，直接攻击到了后方吗？日轮却说道：“非也，苹果也被斩到了。”哈！两人显然还没反应过来。原子武士拿起苹果来解释道：“剑速之快，连切口都不会裂开，这便是日轮的拿手好戏。苹果被斩中，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呢。”此话一出，两人是大为震撼。紫藤在心里嘀咕道：“这就是禅意吗？虽然完全不懂，但好有趣。”雨打则直呼好厉害，这简直就是魔法，他也要练会这个。原子武士也称赞道，一点也没有生疏呢。但这时日轮突然问起：“话说回来，邦国那家伙好像不再做英雄，是退隐了吧？那你打算怎么办呢，神风？毕竟原本你是为了跟邦国一较高下才成为的英雄。”原子武士愣了片刻，笑着回应道：“那是从前，如今他已经感受到了从别处无法获得的东西，并且还有个原因，那个深不可测的男人。”他告诉几人，等他摸清那个男人的本事后，再决定是否要继续当英雄吧。说罢，便和几人告别，先行离开了。看着那离去的背影，日轮感叹道：“原子武士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难道是委身于强者如云的大杂烩英雄中，从而了解到了强大的尺度吗？这么看来，英雄或许还挺不错的呢。”画面一转，英雄协会总部外，奇遇和杰诺斯2个大忙人终于回来了。而此刻，在奇遇的住处，强一正好将波奇和黑金的狗窝给做好了。
看着精致的狗窝，黑金不太乐意，但也知道没办法，只能暂时委曲求全。听得狗饲料来了，也跑得飞快。眼下当务之急是好好吃饭，赶紧增加细胞数量。就在这时，奇遇和杰诺斯走了过来。哦，奇遇，你终于回来了。和你一起的是魔鬼改造人吗？黑金唰的一声便躲到狗窝后头。魔鬼改造人可是有见过他的，被拆穿就麻烦大了。谢谢你帮包奇做了狗窝呢。一听到奇遇老师有宠物了，杰诺斯脸色似乎不太好看。正好在这时，强英向其打招呼，奇遇也向他介绍，这位是隔壁的邻居强英。杰诺斯立马询问道：“或许有些唐突，但能请你把房间让给我吗？今天我就把行李搬过来吧。”在 M 市 ，King 的家门外来了几名不速之客，但此刻 King 似乎并不在家。没错，一行人正是前来摸清 King 实力的原子武士师徒。既然人没见着，正好在附近的一家旋转寿司店坐了下来。居和很了解师傅，见到师傅最爱吃的桂鱼寿司转过来了，赶紧提起师傅，但话还没说完，就被前面人给中途截胡了。秋武太刀也刚看到想吃的玉米蛋黄寿司，又被那人给截胡了。居和脸色微变，目标盯准了快要转过来的金枪鱼寿司，原子武士下令道一定要拿下。但三番两次的被截胡，原子武士实在受不了了。居和还在提醒师傅，那只是普通人，可别动怒。然而几人顺着视线看了过去，才发现那哪里是个普通人，不正是他们今天要找的目标吗？呵呵，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地表最强先生。我今天是特意来找你的，能稍微聊聊吗？好了，到这就是一拳超人第233话的全部内容了。King 的超强实力终于遭到挑战，不出意外，下一话将会是原子武士挑战 King 的名场面。苹果展终于要来了吗？另外，甜心假面也遭了聚合几人的调查，看样子其背后的秘密也快要曝光了。当年口碑炸裂的甜心假面篇，终于要在重制版里来袭了，想想就令人激动。好了，那么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在麒麟主页还能找到一拳原作版的解说。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那我们下期再见。